变态医生偷偷来到女病人床前，看到她还处于麻醉中，竟猥琐的一只手拿着手机，另一只手熟练的解开扣子。突然他发现自己好似暴露了，但却丝毫不慌，嘴里假模假样的说各项指标正常，紧接着就冲回办公室，迫不及待地打开私人电脑，刚一登录聊天软件，狐朋狗友的消息就不间断，看着他们花着自己的钱在快活，尽管他十分不悦，但还是忍着怒气应付几句，随后迫不及待地登录暗网，将手机里偷拍的视频导入到网站，并将链接群发了出去。很快他就接到了一个弹窗，本以为是买家来下单，却发现竟是控诉他变态行为的威胁短信。医生却对此不屑一顾，毕竟他的家族只手遮天，于是嚣张的回复那就来审判我。刚还想继续戏耍一番，护士着急的喊他有紧急情况，医生立马退掉暗网，跟着护士就冲了出去。可刚还黑屏的电脑竟然自己重启，桌面上的鼠标还诡异的运动。没过几分钟，医生上传的所有不雅视频都被清空，电脑还被病毒彻底搞废。下班的时候，医生正打算走进电梯，一个男人却冲上来，让他将自己的女儿还回来。看到男人被保安制服，他才想起这是曾经被自己侵害女孩的父亲，于是假惺惺的让保安放开，说自己带他去清理下屋子。来到洗手间后，大叔已经被放倒在地，变态医生一边得意的笑着，一边拿水猛子，但他不知道外面早就议论纷纷。为了审判无法无天的恶人，狗脸判官在网络上发起全民投票，只要超过50%的支持就为民除害。然而这次他不打算公开名字，只是介绍了罪犯曾经犯下的恶行。吴大卫在服役期间不仅多次逃出去，还强暴了去看病的女队员，法院判了12年，但吴大卫只是改了个名字就继续逍遥法外。这样的人渣还堂而皇之的成了医生，在病人麻醉期间动手动脚，一下子群情激愤，网民们纷纷按下支持的按钮，可这却让警察们愁坏了。他们刚布下了大量警力去保护罪犯，不公布身份的话只能看狗脸继续杀人。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，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帽子哥说自己就是吴大卫，并承认了当初被自己侵害队员的名字。警察们立刻倾囊而出，而另一边，真正的吴大卫刚从洗手间出来，刚好瞥到了狗脸直播的新闻，他明白自己就是被公投审判的对象，立刻打开手机查看，发现支持人数已经快到一半。他也顾不得形象，冲到办公室里，并将大门给反锁，然后立马向警方求救，这让警察一时间犯了难，两边肯定有一个在撒谎。警长只能拿着2部手机，让他们说出犯罪的经过。帽子哥立马说出过程。吴大卫听出这是自己曾经犯下的恶行，却没有丝毫悔改，而是指责当时是女的故意勾引自己，事后女人自己想不开，而他差点还被女人的男友给杀死。警员们听到这番恶言都咬牙切齿，吴大卫却不以为意，咆哮着让他们快派人救自己。但突然办公室里传来其他人的声音，而帽子男也不再伪装了。김무찬 팀장님, 내가 너무 궁금해서 그러는데 진심으로 저런 새끼를 살리고 싶습니까? 金组长这才意识到医院里的才是狗脸真正的目标，立马吩咐手下快去医院，但手下们已经来到帽子男手机定位的地址，里面只有1部通讯设备。明白上当后，警察大队全都往医院冲去。吴大卫害怕自己被审判，立马命令医院保安关闭大门。办公室里，男孩想要走出办公室，吴大卫却害怕凶手会趁机进来。他看到男孩之前不知道给谁发送信息，怀疑他是狗脸派来监视自己的，冲上去就想抢夺手机。两人激烈撕扯的时候，屋外传来女警的声音，男孩想要趁机出去，吴大卫抡起椅子就砸了过去，事后还让女警将证件给自己查验，女警也只能照做，可吴大卫却还是不敢出来，一定要清空外面的病人才行。女警十分无奈，但也只能查看病人的身份证，看到一个可疑的人跑过，他二话不说就冲了出去，这让男警十分无语。突然看到地上有个盒子，他疑惑地抱起来，但被押送的囚犯听到盒子里好像有定时炸弹，立马让男警快点丢掉。没一会，箱子就发生爆炸，整个医院顿时陷入恐慌，所有人都堵在医院正门口。帽子男更是趁乱推着满车的瓦斯进到医院。办公室内，吴大卫着急地拨打求救电话，却没有任何回应。突然门外传来男人的声音，说自己是排爆小队，劝他快点逃离。吴大卫有点心动，就当他要打开大门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响起。 나오지마. 폭탄이 터졌다도 경찰이 왔대도 그냥 있어. 죽기 재밌어. 폭발물 처리반이 와 있는데 경찰 맞죠? 一个皮管突然伸了进来，吴大卫蹲下闻了下，发现这是瓦斯，但他却紧张的不知道用手堵住管子，反而挟持学生出来，威胁帽子男有本事杀了他们2个。本着只审判坏人的宗旨，帽子男只能将手枪放在地上，但吴大卫却还是不敢放开人质，本想踢走手枪，没想到高中生突然挣扎，虽然脖子被划伤，吴大卫最终还是被帽子男挟持。午餐姗姗来迟，刚想用手枪制服帽子男，环顾四周后，才注意到这里充斥着瓦斯。女警这时候又重新
新回到这里，也被这一幕吓傻。武灿连忙劝帽子男放下武器，毕竟他也喜欢用公正的方式处决坏人。没想到吴大卫作死，说要多少钱自己都可以。这番话犹如火上浇油，因为帽子男的女友正是因为被侵犯讨公道，反而被拍下裸照杀害的。武灿尽管十分同情，但还是竭力劝他放下武器。吴大卫却作死的激怒，让武灿快点开枪。身旁的囚犯见状，将头顶的消防喷头破坏，这样就算开枪瓦斯也不会爆炸。武灿眼看帽子男分神，立刻拎过皮包放在面前，这样就可以避免发生意外。没想到的是，帽子男眼疾手快，吴大卫已经被割断大动脉。等到其他队员赶到，已经为时已晚。就这样，帽子男尽管被捕，但却还是成功为女友复仇。